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分享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本在文学阅读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籍《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托马斯·福斯特 （Thomas C. Foster），他不仅是密歇根大学的英语教授，更是一位在文学解读方面有着深刻见解的学者。福斯特教授通过这本书为我们揭开了文学阅读的神秘面纱，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以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。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被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所包围，而文学阅读似乎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。然而，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却告诉我们，文学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，它更是一种心灵的对话，一种对人类经验深刻而细腻的探索。通过这本书，福斯特教授教会我们如何从文学作品中汲取智慧，如何在字里行间找到生活的真谛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够像福尔摩斯一样，从细微的线索中解读出深层的含义，那将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。福斯特教授在书中提到，文学作品中隐藏着无数的密码，而这些密码正是作者留给我们的线索。那么，如何才能解开这些密码，真正读懂一本文学书呢？让我们一起跟随福斯特教授的脚步，开启一段充满智慧与乐趣的文学之旅。1. 文学作品的原型与模式。福斯特教授在书中首先介绍了文学作品的原型与模式。他认为，许多文学作品都遵循着一些经典的模式，这些模式往往源自于古老的传说、神话和宗教故事，例如英雄的旅程、寻找圣杯、复活与重生等主题，在文学史上反复出现。这种原型理论最早由卡尔·荣格 Carl Jung 提出。他认为人类在潜意识中共享着一些共同的原型，这些原型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。福斯特教授进一步指出，理解这些原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和结构。在实际阅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识别这些原型来更深入地理解作品。例如，在阅读哈利波特系列时，我们可以识别出英雄的旅程这一原型，从而更好地理解哈利波特的成长历程和内心变化。这种方法不仅能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，还能让我们在阅读中体验到一种似曾相识的共鸣感。福斯特教授在书中写道，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模式，就像音乐中的主题和变奏，它们让我们在熟悉中感受到新奇，在新奇中找到熟悉。通过识别这些模式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文学作品的魅力。文学语言的隐喻与象征。接下来，福斯特教授探讨了文学语言的隐喻与象征。他认为，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，更是表达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。隐喻和象征是文学语言的核心，他们通过形象的比喻和象征手法，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，使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作品中的情感和思想。例如，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，菲茨杰拉德 Scott Fitzgerald 用绿灯作为象征，代表着盖茨比对梦想的追求。在实际阅读中，我们可以关注作品中的隐喻和象征，尝试理解它们背后的深层含义。例如，在阅读《百年孤独》时，我们可以关注镜子这一象征，思考它所代表的虚幻与现实的交织。这种方法不仅能提高我们的阅读理解能力，还能让我们在阅读中体验到一种恍然大悟的惊喜。福斯特教授在书中提到，隐喻和象征是文学作品的灵魂，它们让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和深度。通过理解这些隐喻和象征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作品的艺术魅力。3. 文学作品的叙事视角与叙述者。福斯特教授还深入探讨了文学作品的叙事视角与叙述者。他认为，不同的叙事视角和叙述者会对作品的主题和情感产生重大影响。叙事视角是指作者选择从哪个角度来讲述故事，而叙述者则是指故事的讲述者。不同的叙事视角和叙述者会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。例如，第一人称视角可以让我们更直接地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，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则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故事的全貌。在实际阅读中，我们可以关注作品的叙事视角和叙述者，思考他们对作品的影响。例如，在阅读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时，我们可以注意到菲茨杰拉德选择了尼克·卡拉威 Nick Carraway 作为叙述者，通过他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盖茨比的故事。这种方法不仅能提高我们的阅读分析能力，还能让我们在阅读中体验到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福斯特教授在书中写道，叙事视角和叙述者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他们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和感受故事。通过关注这些元素，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结构和主题。4. 文学作品的主题与思想。最后，福斯特教授强调了文学作品的主题与思想。他认为，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讲故事，更是传达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媒介。文学作品的主题和思想往往是作者对人生、社会、历史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。通过文学作品，
作者可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性的理解。例如，在1984中，乔治·奥威尔 （George Orwell） 通过描绘一个极权主义社会，表达了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和对自由的渴望。在实际阅读中，我们可以关注作品的主题和思想，思考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启示。例如，在阅读《动物农场》时，我们可以思考奥威尔对权力和腐败的批判，思考这些思想在当今社会的应用。这种方法不仅能提高我们的阅读思考能力，还能让我们在阅读中体验到一种启迪心灵的满足。福斯特教授在书中提到，文学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是它的灵魂，它们让我们在阅读中思考，在思考中成长。通过关注这些元素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现实意义。通过以上对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的解读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文学阅读的指南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宝典。福斯特教授通过生动的案例和深刻的分析，为我们揭示了文学阅读的奥秘，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。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也想提升自己的文学阅读能力，如果你也想在文学作品中找到生活的智慧，那么我强烈推荐你阅读《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》。这本书不仅能教会你如何识别文学作品的原型、隐喻、叙事视角和主题，更能引导你在阅读中思考，在思考中成长。文学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程，它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，更能启迪我们的心灵。正如福斯特教授所说，文学是生活的镜子，它让我们在阅读中看到自己，在思考中理解世界。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充满智慧与乐趣的文学之旅，去探索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深刻意义。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，我想用福斯特教授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：阅读文学作品就像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，它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找到生活的真谛，在故事中体验到人生的百态。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在文学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智慧和快乐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在文学的世界里共同成长、共同进步。